2024年的11月25号啊，即将上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呢，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宣布，他上任的第一天呢，就会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所有商品征收25%的关税。他表示啊，此举的目的就是要迫使两国呢采取措施，阻止非法移民和毒品流入美国。这个言论一经发出啊，立刻在北美社会引发了一个巨大的轰动。当然了，震动主要是来自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因为在大家的心理上啊，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仅有的两个陆上邻国，而这三国之间啊又有自由贸易协定，之前呢叫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很有名，后来呢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上呢重新谈判，形成了全新的美墨加三国自由贸易协定。这可能是世界上除了欧盟之外啊最有名的一个自由贸易区，更是当今世界自由贸易的一个典范。比如我们拿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举例啊，这两国之间的进出口呢，除了少数乳制品和农产品需要给对方交税之外呢，几乎其他所有的商品都是免税的自由贸易的。而特朗普本次宣布的加税25%，则是要在加拿大和墨西哥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中增加25%的关税。25%的关税到底有多高啊？我们就先不说免税的自由贸易区了。正常情况下呢，发达国家在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况下呢，一般的关税是在2%到5%之间。所以您想啊，25%的关税啊，可以说是一种惩罚性的，或者说是打击性的关税，其目的呢，就是为了阻止对方商品进入到本国。川普在上一个任期内啊，只打击了加拿大的钢铝产品，而这次呢，是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25%的全面关税啊，基本上就意味着贸易中断啊，甭管是石油、汽车、农产品、木制品等等，加拿大几乎能够出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我相信呢，极少有利润能够超过25%的。所以呢，出口国一定是无法承担这个额外的25%的成本的，而美国方面的进口商呢，也无法承担增加的成本。国际贸易的根本原理啊，就是你比我便宜，我才买你的商品。而一旦增加了25%的成本，也就没有了购买的必要啊。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什么不能够被替代的，要么就是买别人的，要么就是自己生产。所以您看啊，25%的全面关税对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是致命性的打击。而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到底有多少？对这两国的经济又将会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们直接来看数字。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字啊，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呢，排在前5的分别是墨西哥、中国、加拿大、德国和日本。德国和日本呢，在2023年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呢是1210亿和1100亿，与前3名的差距较大。那么排在第1位的墨西哥呢，2023年对美的出口总额是3790亿美元，第2名中国呢是3220亿，第3名加拿大呢是3090亿。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对美国的出口在2021年之后呢，都有着明显的下降，尤其是中国呀，2023年对美出口呢，已经比2018年和2021年的高点跌落了40%。这里面我们单说加拿大。加拿大每年对美国3090亿美元的出口意味着什么呢？加拿大2023年的全部出口总额为4560亿美元，仅美国一个国家就占了加拿大出口总额的将近70%，而加拿大2023年的 GDP 总额呢，大概是1.6万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区区对美国的一个国家的出口就占了加拿大 GDP 的20%。而这里面啊，其实我们只简单计算了出口额对于 GDP 的一个占比，如果再加上因为出口而产生的就业、消费、投资以及周边产业的带动，我们可以说呀，出口美国对于加拿大经济的贡献是相当的可观的，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命脉。而中国2023年的出口总额呢是3.55万亿美元。对美国每年3200亿的出口呢，还不及出口总额的1/10 ，GDP 占比呢更是不足2%。所以说啊，中国就是对美国的出口跌没了，对于中国也不会有致命性的影响。但加拿大就不同了，一下子损失20%的 GDP， 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承受之重。您应该能够感受到加拿大经济对美国是有多么大的依赖。而25%的关税对于加拿大是有多么的致命。这时候您可能就会问了啊，
加拿大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美国，或者说对不起特朗普的事了啊，以至于招来这样的灭顶之灾？这也是所有加拿大人的一个疑问。加拿大和美国不是最忠诚的盟友吗？不是唇齿相依的兄弟吗？不是有着将近9000公里不设防的一个国境线的友邻吗？不是一个有着最相似的语言、文化、习俗和价值观，世界上最相像的两个国家吗？为什么特朗普会在上台的第一天就要对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痛下杀手？所有人都在问这个问题。特朗普在他的推文当中给出了一个看似正当的理由啊，增加关税是为了让加拿大和墨西哥解决毒品和非法移民流入的问题啊。如果您从字面上简单理解呢，解决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是川普的目标，而增加关税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但是呢，我们要说，也有另外一种可能，特朗普的最终用意呢，就是要增加关税，而毒品和非法移民呢，或许只是一个借口。让我们来详细来看看加拿大和墨西哥在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上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提供的数据啊，在2023财年，美国边境总共拦截了2.3万次试图从加拿大非法越境美国的人员，这比前一年的10021次呢增加了1倍多。但是呢，加拿大与美国边境相比呢，就相形见绌了。在墨西哥边境啊，美国在同一时期拦截了超过150万人次。同样在毒品问题上啊，美国去年在加拿大边境总共截获了43磅的芬太尼，而在墨西哥边境则是截获了2.1万磅。所以啊，这里面就产生了2个重大的问题。第一，在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上，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国的影响根本不在同一个数量级。2023年，你想啊，从加拿大去往美国的非法越境人员总共才有2.3万人。这确实也比前一年有了1倍的增长，但是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将会执行史上最严苛的移民和庇护政策，并且呢要强力驱赶那么目前在境内的非法移民，形势呢马上就会有逆转。所以啊，未来不但不会再有人想从加拿大去美国，反而会有大量的美国非法移民涌入加拿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也是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呢曾经出现过的一个情况。所以未来呢，加拿大对于美国的非法移民的威胁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是一个伪命题。而在毒品问题上，美加边境一年只查获了43磅的芬太尼，而2023年美国国土安全局总共截获了境外流入的芬太尼有4.3万磅，也就是说呀，加拿大流入的毒品只占了1/1000，而非法越境的人数呢，也只有总人数的1%。我就想问了啊，难道川普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就来致死性的惩罚加拿大吗？第二啊，特朗普说呢，增加关税是为了让加拿大和墨西哥解决毒品和非法移民的问题，但是这里面解决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怎么样才算是解决了呢？其实啊，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很可能呢是要以特朗普的个人喜好跟心情而定。而且啊，更加关键的是，毒品和非法入境的问题呢，根本就是没办法完全解决的。尤其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呀，你要怎么能够帮助美国去解决毒品问题呢？比如墨西哥这个人口有1.3亿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本来社会就非常复杂，自己的社会治理上呢也有很多的问题。你就是再收他10倍的关税，墨西哥政府有能力一下子就能让整个社会变成一潭清水吗？而且啊，非法移民的问题更是无解。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总共有3145公里长，美加的边境呢有8891公里。你除非是再建一个万里长城，否则怎么样挡住那些非法越境者呢？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啊，防止非法入境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责任啊！你让加拿大和墨西哥每年投入成百上千亿的资金去封死边境，防止非法移民从自己的国土进入美国，这怎么可能呢？或许啊，从这个角度，世界上唯一能够封死自己国境的一个国家呢，就是朝鲜了啊！我相信呢，特朗普最喜欢的邻居可能也就是朝鲜了。其实啊，早在2016年总统竞选的时候啊，特朗普就承诺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修建一堵边境墙。
并且声称呢，墨西哥会为这堵墙买单，它的英文就叫 Mexico will pay for the wall 啊。但是呢，墨西哥的2任总统就坚决抵制啊，最终呢1分钱都没掏。而特朗普的边境墙呢，最终也只修建了76公里，其他的呢则只是维护和加固。而建墙的成本啊，特朗普声称是通过全新的美墨加3国贸易协定从墨西哥多收来的关税来承担的。但是呢，这个说法也被多方所质疑，因为关税的成本呢，大多也都是美国的消费者买单，而且呢，多收的关税其实也并没有多少，不然也不会只修建76公里的边境墙了。所以您看啊，特朗普这25%的关税，尤其是对于加拿大，如果真的是出于毒品和非法移民的考虑，那么这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既没有办法评估，更没有办法实施。这就是让所有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地方了。我们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哈，地主家命令2个长工，来年咱们地里啊，除了要种庄稼，还必须要种出人参果啊，如果种不出来人参果，那就加租25%。所以您想啊，这个地主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是真的想要人参果呢，还是就奔着那25%的租子去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呀，至少关税在特朗普的眼中，其重要性绝不会低于毒品和非法移民的问题。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啊，对待毒品和非法移民的态度呢，是特朗普获胜的一个关键，也是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最为关注的2个问题。解决这2个问题呢，是要给选民看的，而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把锅推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头上。因为呢，谁都知道这2个困扰美国社会的顽疾呢，4年的执政是不会带来一个质的改变的。而关税呢，则是实打实的，是进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国土安全部，也就是联邦政府的口袋的。而增加的关税收入呢，刚好用在驱赶和阻止上千万的非法移民上。所以啊，很多人都说特朗普是一个关税爱好者，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来看一看特朗普第1个任期给各个国家增加的一些关税哈。2018年对价值3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分阶段加征关税，税率呢从10%到25%不等，几乎涉及所有工业品。2018年，美国以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材加征25%的关税，对铝加征10%的关税。2018年，以支持恐怖主义为由，对土耳其钢铁加征25%的关税，铝增加10%的关税。后来钢铁税率呢，甚至涨到了50%。2019年5月呢，取消土耳其的普惠制待遇，土耳其数千种商品无法再享受免关税待遇，这也给土耳其的经济呢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对美国钢铁出口呢，从2017年的11亿美元降至了2019年的2.71亿美元，里拉呢大幅贬值，加剧了土耳其国内的经济危机。2019年威胁对所有墨西哥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后来呢，因为谈判和疫情的到来呢而不了了之。2019年，美国以欧盟对空中客车的非法补贴为由呢，对价值75亿美元的欧盟商品加征关税，税率呢为飞机10%和食品和酒类25%。2019年6月，特朗普取消印度的贸易普惠制待遇，使得印度出口到美国的2000多种商品不再享受免关税的优惠这些商品被重新征收2%到7%的关税。另外呢，特朗普对日本、韩国以及巴西的钢铝产品同样加征10%到25%的关税，威胁对日本和韩国的汽车产品加税。那么最终呢，换取到美国农产品更多的进入到这2国的市场。而在这其中对加拿大打击最大的是庞巴迪的反倾销、反补贴制裁。2016年，加拿大庞巴迪的 C 系列飞机呢，获得美国达美航空的75架的订单，那么订单的金额呢，高达14亿美元。这款飞机呢，也成为波音737一个强有力的一个竞争对手。2017年特朗普上任之后在波音公司的游说下呢，美国商务部对庞巴迪展开了反倾销调查。最终的判决呢，是对 C 系列的客机呢加征292%的关税。遭此致命性的打击庞巴迪公司不得不将 C 系列的飞机生产线呢全部都卖给了空客，而且放弃了所有的商用飞机的业务线，未来呢只专注在公务机的业务。
这也使得庞巴迪这个加拿大最有希望的工业龙头企业呢，从此一蹶不振。而这所有的一切呢，都是特朗普实行的关税和贸易保护所赐。所以您看啊，加征关税是特朗普的一个惯用手段，而给各国加税的理由呢，无非都是威胁国家安全、支持恐怖主义啊、国家补贴和不正当竞争。理由呢都是冠冕堂皇的，尤其是钢铝关税啊，威胁国家安全论。那您说加了税之后，美国的国家安全就得到保障了吗？说白了呀，这些加税的理由都是借口而已。特朗普要的呢，就是要被保护美国本地的产业，要的就是增加联邦政府可支配的收入。我们还是拿钢铝产品为例啊，您说这里边的受益者是谁？当然是美国本土的钢铝产业行业，而这些行业主要就是分布在美国的五大湖区和南部地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锈地带，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阿拉巴马州、肯塔基州、德州和田纳西州。这些呢，要么就是大选中最重要的摇摆州，要么就是支持共和党的深红州。而这些州的钢铝产业啊，至少有30万名的工人啊，如果再辐射到他们的家庭，在大选中呢，这就是上百万张决定性的选票。而在特朗普关税制裁中，另外一个主要的诉求呢，就是美国的农业啊，用加征关税作为砝码，将美国的农产品以更低的条件出口到加拿大、日本、韩国以及欧盟。而美国的农业人口啊，更是远远高于钢铝产业工人啊，多达数百万人，是共和党选票的一个基本盘。说到了这里啊，您应该就能理解了啊。特朗普其真实的目的啊，不仅仅是简单的毒品和非法移民的问题，特朗普要的就是关税收入，要的就是打击自由贸易而获得选民的支持，要的就是要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啊，2023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呢是7734亿美元，而在进口排名前3的国家中啊，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呢是2794亿，加拿大呢是679亿，墨西哥呢则是1524亿，全都是逆差。所以啊，特朗普还没有上任，就首先将枪口对准了这3个国家。关于美国为什么会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简单来说呀，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呢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消费市场啊，居民和企业对于进口商品的需求强劲，尤其是电子产品、汽车、服饰跟石油等等。第二呢，是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外流与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建立呢，使得美国的企业将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汽车制造业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墨西哥呢，2023年向美国出口了225万辆汽车，而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汽车总值呢，也高达270亿美元。但是有趣的是啊，这2个国家没有一个自有的汽车品牌，出口的车呢，绝大多数都是美国车企在墨西哥和加拿大建厂生产的。而美国贸易逆差的第3个原因啊，就是经济模式的不同。美国向国际上输出的呢是资本、是知识产权以及以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一个价值观，而中国、加拿大、德国、韩国、日本、墨西哥以及东南亚的国家呢，则是形成了以出口为主导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战略，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呢是非常大的。这也是2战建立后以美国占绝对主导的全球贸易的一个基础。这其实啊也极大的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虽然美国是无可动摇的一个霸主啊，但是在人家吃肉的时候，大家还是能喝点汤的。但是现在呢，美国连汤都不想再分出去了。特朗普呢，不想再给大家分任何一杯羹了，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现在呢，我全都是要收回来。因为在特朗普的眼中啊，美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美国了，已经是被民主党那帮人搞得民不聊生。您看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呢，就是特朗普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了。而美国真的衰退了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数据啊，2023年美国的 GDP 呢是27.36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26.3%，而美国的人口呢仅占全球的4.5%。也就是说呀，4.5%的人口呢掌握了全球超过1/4的财富。但2023年呢，确实不是美国最伟大的年份。
美国 GDP 占全球比例最高的呢是发生在1944年啊，其 GDP 呢接近全球的50%，而在随后的1950年代的10年中啊，其占比也是高达35%到40%之间。那时候的美国呀，确实是最强大的，但是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战火呢肆虐整个欧亚大陆，几乎打成一片废墟，连非洲都没能幸免。虽然美国为了赢得最终正义的胜利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无论是战争中还是战后的重建啊，美国也收获了无法估量的经济利益。而在进入90年代之后呢，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世界贸易格局的一个建立，美国在全球GDP 占比呢也开始稳定在25%左右。现在的美国股市价值相当于全球股市价值的65%，美元在全球各国外汇储备中占比呢高达60%，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呢达到46%。2023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916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额的37%。而单论军事实力来看的话呢，全球所有的国家加起来，可能都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对手。另外，在教育上根据 QS 世界大学的一个排名世界排名前50位的大学中呢，美国就占了20所。而在诺贝尔奖科学类的奖项当中呢，获奖的美国人就达到了40%，而经济学奖呢，美国的获奖者则占比高达60%。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就呢，特朗普认为现在美国已经衰败了，还远远不够强大。或许在他的眼中呢，只有再来一次世界大战，或者一次全球范围的一个贸易冷战，才能恢复当年美国占据世界1半经济总量的一个辉煌了。其实呢，我是无意批判美国的一个强大和霸权的。美国能有今天的地位呢，也是一代代的美国人的努力积累下来的成果。而特朗普即将发动的贸易冷战呢，也无可厚非，毕竟呢，他将是美国人的总统，也只代表美国的利益。但是呢，贸易战和关税壁垒就真的能够让美国再次伟大吗？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看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洗衣机开始征收最高高达57%的关税。2018年呢，又开始对所有的外国产洗衣机征收20%的关税。前者呢，显然是为了打击中国；后者呢，主要就是为了打击韩国的三星和 LG。但是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呢？在2020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个报告中指出洗衣机的关税壁垒至少使美国的洗衣机消费市场价格上涨了12%，而这其中呢，也包含美国的本土的洗衣机价格。这些关税呢，使得美国人民的洗衣机消费成本呢，每年增加了15亿美元，而每年的关税呢，仅仅多收了8200万美元。在这场贸易战中亚洲的洗衣机企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美国的消费者呢，也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而这其中唯一的受益者就是美国的资本家。关于自由贸易，我们就不多说了在任何一个现代经济学家的眼中呢，自由贸易都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基石这是经过了人类数千年验证的一个成果，无需多言。从长期来看呢，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但是呢，眼前的特朗普将会给世界的经济呢搬出一块巨大的绊脚石，尤其是对于加拿大虽然可能经过谈判和加拿大的一个关税反击呢，美国最终加征的关税到不了25%，但是呢，全面增加关税依然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前几天加拿大总理小特鲁多呢跟特朗普通了一个愉快的电话又去了佛州的海湖庄园，愉快的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晚宴。但是我相信呢，这对未来加征关税呢是于事无补的。礼节性的会谈呢，改变不了特朗普的一个基本盘。现在特朗普能做的呢，就是打哈哈小特鲁多能做的呢，也只能是暂时安抚加拿大的民意，寄希望于把这个加征关税拖延到2025年加拿大大选之后。未来的4年呢，关税的压力下，加拿大的出口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再加上现在加拿大实行的驱赶数百万临时居民的一个政策呢，我相信未来几年加拿大的经济将会遭受巨大的下行压力。当然这也怪不得别人，一是过去几年呢失败的一个移民政策所致，二是呢一向佛系慵懒的加拿大人呢，也应该在第2个特朗普的任期中认清一个现实，
美国不是加拿大的靠山，是时候发展全球贸易，尤其是加强同亚洲关系的时候了。更加重要的是要自己振作起来摒弃那些华而不实的政治正确，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要强大，不能靠资源，不能靠美国，更不能靠老天爷赏饭吃。福利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靠每一个人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